大家好啊！据说呀，这个日本现在非常不安全。有一条消息啊，让我挺震惊的。据说呀，大约有1.2万名中国游客滞留在日本机场，回不去国呀，心里边非常的焦急，机票也买不着。你看吧，这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下完蛋了吧？正好啊，非常不幸，前几天我也在日本，同时呢也收到了家里老人的问候。说现在还好多人住，有些人还在日本待着，所以我说你要如果能提前回来最好，提前回来。回不来呢，这不好说了，就是比较危险，你知道吗？现在有好多国际形势，他不会在他本国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吗？连老美都喊话他，你知道吗？现在说真的要出来，他想让老美帮他，老美不会帮他，所以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一听完啊，我心里也感觉非常害怕，那怎么办呀？赶紧回国吧。正好啊，回国这个途中啊，我也把从登机到落地的整个过程啊记录下来，大家跟我一起看看从日本回国过程中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啊，我是在浅草阿萨库萨，准备在这儿乘坐都营浅草线直达成田机场Narita Airport。刚才咱们也看到啊，有拎着大包小包、大箱子小箱子啊往机场去的，不知道啊是哪儿的游客，估计啊他们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准备啊赶紧撤离。车已经来了啊，粉色的列车，车上这人啊还真不少，估计都是这个点儿下班回家的。上车喽，准备回家。看这日本地铁上的广告啊，就跟挂在晾衣服架那感觉似的。这条广告上面写的是朝鲜，左边那2行大字是说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大字下边那2行小字呢是说为了让绑架受害者尽早回国，政府正在全力推进相关工作，为了解决绑架问题，需要大家的密切关注。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件事的背景，这里边提到的拉致问题，实际上就是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这个日语读作 Kitachosen Niolu Nihonjin ga Chimondai。这件事指的是朝鲜于1977年到1988年之间多次在日本以及欧洲绑架日本人的事件。为什么会绑架日本人呢？因为当时日本人的身份啊以及他的护照基本上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行无阻，所以朝鲜当局啊会利用这些被绑架者的身份从事一些不可描述的活动。2002年9月17号，在朝鲜平壤举行的日朝首脑会谈中，朝鲜首次承认过往一直否定的绑架日本人事件，并为此道歉，同时保证防止再次出现此类事件。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认定了与绑架事件相关的17名受害者。每一届日本政府上台时都会把拉致问题当成非常重要的议题，但近年来随着日朝关系的恶化，两国关于绑架问题的交涉一直被搁浅。目前正式认定的17名受害者中，只有5名受害者于2002年10月15号返回日本，其余的12位受害者，朝鲜政府称其中8人已经死亡，并否认另外4人曾经进入过朝鲜，但日本政府方面认为朝方提供的证据不可信，并继续要求这些受害者能够返回日本。以上就是这个事件的大致介绍了。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这个事件的经历和经过，推荐大家去读这本《诱拐与决断：我被朝鲜绑架的24年》，作者连池勋就是被绑架后返回日本的5名受害者之一。这本书详细记录他和妻子在被绑架后24年间在朝鲜的生活、思想转变以及最终回国的过程，是了解事件核心的第一手资料。我现在在这个成田机场 T3航站楼啊，给大家看看这边这个旅客啊，在这个值机的情况啊，一切都是正常运转的啊。看这边有一个春秋航空啊，看这是飞哪儿了？我是飞北京啊。刚才我去那边值机的时候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都可以正常走。这个应该是飞上海了吧？啊，对，飞上海了啊。这块应该都已经值机完毕了，没有旅客滞留啊，一切运转正常。咱们现在就顺着这个指示啊，到这个安检的地方。它这个机场啊，这给你做这个指引，跟个小跑道似的啊，你就顺着这路走就行啊，基本上都不会走丢啊。这边有各种的这安克啊，国产品牌啊，免税店、药店、卖包的啊都有。到前面啊，一边是国内线，一边是国际线啊，咱们走国际线回国啊。这边是吃饭的，都非常正常啊，没有任何的恐慌情绪啊。好吧，咱们到国际线了就不拍了啊，我先进去。
哎，现在已经过了安检了，也过了海关了啊，出来了。哎，这边呢就是又是各种的纪念品商店啊、免税商店什么的啊，还挺热闹的啊。哎，然后从这个免税品商店出来之后啊，这边就已经到了登机口区域了啊。看这儿还有一系列的贩卖机啊，可以在这儿买东西。买2个饭团吧啊，买2个饭团啊，省着上飞机的时候饿，正好把手里的零钱消耗一下。这个币选1号吧。商品取出来，把这个零钱取出来。没取出来。2个饭团啊，320，合人民币16块钱吧，16块钱2个，8块钱1个啊，价格也还行吧。这个国内便利店买的话，基本上也是5、6块1个，稍微贵一点。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啊。哎，前面就主要是集中的这个登机口的区域了啊。然后呢，左边这一排就是登机口啊，你可以走楼梯下，也可以坐直梯下去啊。然后这一块呢是有吃饭的地方啊，可以在这儿点个简餐吃啊，也可以坐在这块休息啊。什么充电的区域什么都有。然后呢，再给大家往这边看一下啊。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集中的用餐和休息的区域啊，都非常的有秩序啊，大家啊没有任何的恐慌啊，一切都是非常正常啊。然后呢，咱们去个厕所啊，去个厕所就准备登机了。然后从厕所出来以后呢，咱们就往登机口走了啊。这边是153啊，我应该是155啊，飞北京的啊。155，哎，已经看见指示了啊，155，这是153，哎，154、155啊，这边有楼梯啊，咱还是坐直梯吧，坐直梯舒服一点。直梯在前面啊，这块还有一排的这个按摩座舱啊，应该是交了钱就能让你在上面按摩一会儿啊。继续往前走，哎，应该是快要登机了，赶紧下去吧。哎，直接2层。2层到啊，这块就是155登机口啊，也有不少去北京的人啊，非常有秩序。找一下。영국 나름의 디스플레이가 정말이가 나가시면 스피티 대국까지 합지지 저도 합지 영국까지 한쪽 같이 가면 나름의 디스플레이가 정말이지 저희는都是北京的游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55登机口啊，这边都是飞北京的游客啊，给你看看这一条队啊，非常的长啊。这还有一个电话啊，你可以打这个日本国内的电话，也可以打国际长途啊。登机队伍开始走动了啊，这人真不少啊。好了，终于这个检完票了，上飞机了啊。从这个下边哎呦，这不是4层相识吗？来的时候也从这儿有一个台阶啊，拿这台阶下去了，下去登机了。
这外边搭了一个塑料棚啊，都是透风的。好在这个日本这个到这个晚上天气现在还没有那么冷啊，要不这个要是深冬的话，估计得够呛啊，冻得够呛。咱们从这个棚里边出去啊，应该就能直抵飞机了啊。大家看看啊，在这边啊。还要搭这个舷梯啊，才能上飞机啊。我这是在29排啊，应该是在飞机最后边啊，机尾的部分啊。大家看啊，这就是飞北京、东京飞北京的航班上啊，基本上都已经坐满了。请您放进小桌板，要自座椅靠背。按照日本航空法的规定，安全带只是正点亮起中。所有旅客必须会作为。皆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出口付近でお配りしますクーポンは中国のお客様向けの。3号开启熄灭驾驶，请小心系列的滑落。手机、护照、移动人员、蓝牙耳机、在留卡的随身物品，请不要遗忘在机上内。请带上自己做再会，谢谢。安全抵达北京，回归祖国怀抱。哎呀，这一落地心里就踏实了，太好了。现在入境之后啊，在这儿等这个去航站楼的摆渡车啊，电子屏上显示应该是今天的这个航班啊。到达出发大厅啊。一会儿就从这边上车出去就回家了啊！这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旅游团啊，组织出发去哪儿啊？一大波人啊，看起来还挺热闹。这边有一个泡泡玛特售卖的柜子啊，我看好多这个国际友人啊，都在这儿这个排队购买。看来这个泡泡玛特啊，确实是火遍全世界了，是不是？这哥们儿从妈呀掏出好几百了啊，直接付现金啊！让人帮忙扫码啊！多看一眼啊，今天这个国际航班啊，都去哪些城市啊？上边基本上新加坡啊、墨尔本、悉尼啊、马德里、伦敦、雅典啊。那看看下边呢？下边去哪儿啊？下边去看见这个大阪啊、东京羽田、东京成田啊、名古屋。去这个日本的航班啊，还是有一些的啊，还是可以的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的话，还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接下来呢，我会陆续更新我在日本期间呢拍摄的一些 vlog， 还有旅行的一些见闻，欢迎持续关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